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美股下跌了0.66%，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5月2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呢是标志性的下跌趋势的阴线。悟空阴线呢源自于震荡行情或者反弹上涨行情当中，这根阴线被压制在五指山下500年之后突然出现，之后呢就是一个空头趋势的标志性的 K 线。那有了悟空阴线之后，行情走8阶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走到当前位置上，我们看到33000点附近是存在144日均线的一个支撑位的，因此呢，昨天行情当中出现了一个下跌反弹的一个过程，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对于下跌趋势来说，仍然有日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因此呢，目标点位给到了是32500点附近。同时呢，在本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一个下行趋势，同时也看到了 A 股市场出现了接连不断的下跌，已经同步了美股出现了一个沙僧阴线。那整个金融市场呢，类似于一根绳上的几个蚂蚱。那么美股的下跌呢，占金融市场比例最大的美股的下跌呢，会带动整个金融市场出现下行趋势。对于比特币来说，本轮行情跌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这个点位呢位于27000点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由箱体结构的下边线组成，同时呢跌破这个位置上之后，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细游已经基本完成。那么再往下走呢，对于比特币和美股来说，可能会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我们看到它上涨行情当中走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细游，分别由悟空阳线、8阶阳线组和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构成。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我早在4月中旬就提示了原因是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但是调整的时间级别到达日线级别，已经完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它的趋势遭到了破坏。如果箱体下边线27000点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反弹，那么紧接着往下走的话，就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过程。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4月初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目前对于 K 线来说，始终处在一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略有跌破，但是始终处在一个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完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如果再往下走，可能就会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就容易发生什么呢？就容易发生一个对称性的涨跌。但无论如何我坚持我昨天视频中给出的观点，就是5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时间点会走出一个相对的低点。这个低点一旦走出来之后，牛市将会重启，因为下跌因此呢，下跌并不可怕，下跌是我们补充现货筹码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这个时间不是一个点重要的提示，这个时间不是一个点，是一个区域，不要去肆意妄为的去抄底，把全部仓位 all in 进去重点要建仓的方式是在各个点位上把这个仓位平均建起来，最终呢达到降低你持仓成本的目的因此呢，目前我给出的判断是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结束，因为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唐僧阳线。那么目前行情有可能发生的是周线级别相对更可怕一点的下跌过程，但这个下跌过程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原因是对于现货或者低倍杠杆来说，未来2年当中，比特币4年一个轮回的牛市，我认为会重新启动。因此呢，在在5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这个时间段要把自己的筹码建立起来，最终呢会获得未来基本上是从底部位置到高位接近20倍左右的比特币的利润。如果跌到15000美金，20倍就是30万美金因此呢，对于比特币来说，4年一个轮回的趋势还是非常看好的。因此呢，调整是让我们把这个筹码的成本降下来的一个时间点，也是让自己沉淀下来的一段时间。目前来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是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我认为仅仅构成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0.066这个位置呢，是由21年5月份形成的一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跌破之后总是容易收上来，但是随着比特币的下跌过程，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的反弹，仅让以太坊出现
现缓跌的过程，这个缓跌呢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的。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同时也可以看到了，以太坊同步了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过程。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14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1600附近啊，特别是要看这个黄色的1440均线。最终呢，这个1440均线可能会同以太坊的这个 K 线组相互交汇啊，交汇之后，这个位置是$1600附近呢，是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反弹的。但重点呢，还是要看比特币的下跌的时间周期。如果比特币最终出现周线级别的下跌稀有，那么对于以太坊来说，也容易出现与比特币时间级别相互对应的周线级别的下跌稀有。因此呢，我们把时间级别打到周线这个级别上，可以看到啊，以太坊周线级别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标志性的下跌阴线走来之后，目前正在走八戒阴线。那么周线级别下跌出现唐僧阴线啊，才是我们最终把仓位夯实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1390附近啊，存在一个底部位置的筹码区啊，多次见底之后，这个位置是一个容易超级主力重新建仓的位置。所以呢，在$1600出现反弹之后下一个去接的位置应该是在$1400附近啊，这个位置呢是以太坊最终完成周线级别下跌稀有的一个目标位。我们看到UNI 这轮行情，我前2天重点提到了 UNI 最近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震荡几乎不往下走了，在$5附近进行震荡因为 UNI 我们看到了它做了一个亚太社区，并且呢有类似摸阴币的成分在这个里面。同时呢，我们看到 UNI 是一个DeFi 交易所的这个平台币它相当于一个平台币，因此呢，对于 UNI未来的上涨的空间，我认为起码是20倍左右。那在第一轮行情当中 ，UNI 在进行空头之后，最高点位大概是在$45。那么打到$5以下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一个平台期已经被跌破，跌破之后下方到$4甚至以下的地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当中，我们管它叫做黄金坑。一旦跌破，我们看到一旦跌破水平线的这个位置，下方就是黄金坑的位置。那么相对来说比特币也曾经走过这种走势。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类似的时间点大概是在18年就走出一个水平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支撑位，这条支撑线呢长达2年左右的时间，最终呢在18年10月份发生跌破之后，出现了一个黄金坑。当时所有人都非常恐惧，认为行情会继续下杀，但是在黄金坑之后出现了一个20倍的涨幅。因此呢，对于 UNI 来说目前有社区推动，并且呢在跌破一个重要支撑位下方这个区域，完全是一个可以抄底的一个好的区域。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K 线呢打到非有代币上。这是 fail 上线闭安之后的日线级别的 K 线，我们可以看到上线闭安之后，在20年的行情当中也出现了一个水平的一个承接线。这个承接线呢，很多人认为是低点不可能跌破，一旦跌破呢，行情会继续下杀。但是跌破之后，我们看到同样类似于比特币和当前 UNI 的 K 线一样的是出现黄金坑之后，最终呢上涨幅度高达最终呢到达$240以上。那它的低点呢和高点是10倍以上的空间。因此呢，对于当前 UNI 来说从底部位置到高点20倍左右，到达$100几乎没有啥问题只要它是目前去中心化交易所平台币的一个龙头币种这个概念不丢失的话同时它也是以太坊贵链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币种因此呢，对于它的$100的预期我认为是笃定的。对于 PEP 来说，目前最大跌幅我们看到了非常巨大，接近80%。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由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下跌收敛三角形已经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那么目前呢，这个焦点的位置是在0.5012附近，这个位置是在前面行情当中的一个平台期，这个位置呢是容易出现反弹的。我们认为下跌过程当中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
容易发生反弹，并且前面有支撑位。那么在行情当中把止损设置在0.50106附近啊，就是昨天出现的一个低点附近的话，它容易出现一定的反弹。反弹的目标点位呢是前面当中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大概位置是在0.50018附近，所以呢从12到18目前是有一定的反弹空间的。这个反弹空间虽然看似不多，但是实际你拉上来之后呢，可以看到30%左右的反弹空间。但是这个反弹空间的进场的搏杀需要在设置止损设置好止损的前提下进行，因为目前对于 PEPE 这个某某板块的龙头币种来说，它仍然是一个下跌趋势。做下跌趋势的反弹，一定要小心谨慎，注重本金的安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一个一键三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